赖清德上任至今已有3个多月，据岛内亲绿民调机构最新数据显示，上任100余日，赖清德的不支持者增加13个百分点，1个百分点约等于19.5万人，13个百分点代表250万人以上。考虑到这还是亲民进党的民调机构所统计，真实情况或许比润色过的数据更为惊人。有岛内舆论指出，不干正事儿，只搞斗争，恐怕是赖清德陷入民调危机的重要原因。值得关注的是，国安部门日前起底台独网军匿名者64，锁定3人立案侦查，释放了怎样的信号？昔日喊着请蔡英文的网军停止攻击的赖清德，上任后竟大幅增加宣传预算，强化豢养自己的网军，为何值得高度警惕呢？一起来看短片。中国国民党籍民代李彦秀表示，赖清德上任后施政毫无头绪，内外不断引战，失去支持者完全不让人意外。赖清德穷的恐怕只剩铁杆深绿支持者了。台湾时事评论员谢志传则强调，台湾民众想看到的是经济发展上有新政策，而非沉迷于无休止的政治争斗。值得注意的是，在不赞同赖清德施政方式的民众中，大部分是45岁以下年轻族群和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者。有岛内舆论指，这与民进党当局近期在追查民众党主席柯文哲涉金华城案时的双标做法有很大关系。现在年轻人不仅没有回流，反而更加坚定反对赖清德。此外，在最近公布的几项针对未来岛内地方选举的民调结果显示，被视为绿营根据地的高雄、台南等几个城市也出现松动。其中，在高雄市，民调显示，中国国民党籍民代柯志恩如果对战高雄5名当地民进党可能候选者，结果将全部胜出。此前，韩国瑜被罢免高雄市长后，国民党曾被外界认为在高雄再无希望。短短数年，国民党又在高雄看见曙光。柯志恩发文称，高雄基本盘之所以松动，最主要原因还是民进党原计划的接班梯队出问题，比如赵天麟因为私生活丑闻淡出政坛，另一名候选人管碧玲则因处理金门恶性撞船事件的荒腔走板，也失去竞争高雄的可能。而在赖清德发起地，民进党已经执掌了32年的台南市，国民党籍的谢龙介在民调中也赢过赖清德的子弟兵林俊宪以及永延会派系的王定宇。觉得在台南真的是长期执政，民心思变了。8月底，赖清德曾以民进党主席身份找党内7大派系代表共同聚餐，赖清德还定下每2个月要开一次派系聚餐会。对此，有岛内舆论认为，赖清德上任以来非常排他、任人唯亲的用人方式，令民进党内不服者越来越多。于是，赖清德希望通过定期聚餐，让各派系乖乖听话。值得注意的是，最近的一次参叙却传出有12位绿营民代缺席，这让赖很没面子。据爆料，赖清德特意向各派系保证，未来的政治分配不会是他一人说了算，这相当于在公开示弱，以此换取各派系支持。分析认为，以赖清德的做事风格，每次示弱基本都是他真弱的时候。值得注意的是，今年以来，一个名为匿名者64的黑客组织，针对大陆和港澳地区频繁开展网络攻击，颠倒黑白，散布谣言。对此，国家安全机关立即行动，深入调查确认，匿名者64组织并非普通黑客，而是由台独势力豢养的一支网军。目前，国家安全机关锁定了实施相关网络攻击活动的台湾人员身份信息，其中包括台湾资通电军现役人员罗俊明、洪立奇、廖维伦。国家安全机关已依法对3人立案侦查。匿名者64组织的真实背景是台湾资通电军下属的网络战联队网络环境研析中心。所谓资通电军是台当局于2017年6月建立的所谓第4军种，直属于台防务部门。一经成立，便对大陆大肆开展各类网络渗透破坏活动，是危害网络空间安全的毒瘤。据报道，其主要承担电子作战、信息作战、网络作战及军线维护管理等职能，员额数约6000人。据介绍，台湾资通电军的网络战联队在全台有多处据点，同时也注重隐身于民间，例如利用各种伪装身份，或者在民间设立公司作为掩护单位。有消息透露，台军为网络战高手也会放长线培养，因为网络战战士的年纪越小越好，接触外界越少，心思单纯，越能专注网络世界。该组织成立以来，已在社交媒体上发布70余条动态，
用所谓战果博人眼球，吸引流量。曝光的攻击目标涉及户外电子屏幕、自动售卖机、网络电视等联网设备，以及新闻媒体、航空公司、大专院校等门户网站等。但经过国家安全机关核查发现，匿名者64组织展示的战果大量注水、夸大其词，被攻击的网站大多是山寨版的假官方网站或长期无人关注的僵尸网站，更有甚者是该组织通过 P 图等方式制作而成。例如，8月2号，一家小型互联网企业运营的网站遭匿名者64组织攻击，因该网站挂在了多家高校官方论坛的登录地址，就被匿名者64组织硬说成控制了大陆40所高校的官方论坛。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绿营网军在岛内各种选举中为民进党攻城略地的实力屡见不鲜，甚至连自家人也难以信任。而讽刺的是，赖清德今年在就任台湾地区领导人后，不但没有减少对网军的使用，反而变本加厉。据爆料，民进党当局在2025年度媒体政策及业务倡导上编列了约15亿元新台币的经费，比2024年暴增了6亿元新台币，增幅高达66%。外界质疑赖清德也想用台湾民众的纳税钱为自己的执政保驾。对内铲除异己，对外消灭对手。从1450万到14.9亿，相关预算的大幅的增加，完全暴露了民进党当局加码豢养网军，妄图全面操纵舆论的野心。多行不义必自毙，民进党的恶行必遭民意反噬。赖清德上任100余日，民调就显示差不多掉粉250万啊。那您观察到什么样的情况？这些流失掉的粉儿啊，都是什么原因出走的？他并不把民生的问题列为优先的选项。对于五缺的问题，不管是缺电、缺工、缺蛋，还是缺其他专业技术人才的这些事情，他其实并没有认真的去解决。对于民进党当局来说，只要我脸皮够厚，我挨得住骂，这个民生问题我就可以抱着一种鸵鸟的心态装作没有看见，也就让这个民意划过去了。赖清德他现在推崇的这个政治斗争。事实上是给民众蒙上了一层这个更加明显的这种绿色恐怖的这种阴影。就说你刚上台才3个月，你所做的事情并不是说去讨好你自己的选民，不是去兑现你自己的承诺，相反你是拿你的对手，打你的这个潜在的威胁者开刀，追杀进行一种政治追杀。赖清德近日突然召集民进党内7大派系的代表聚餐，还说每2个月就要吃一次。那么岛内舆论评价赖清德是一个刚愎自用的人，这样一个人怎么就放下身段来请大家吃饭了呢？赖清德是一个斗性非常高的那么一个人物，这使得民进党内部其他派系人人自危。而赖清德的话呢，他为了自己的施政，尤其是为了后面的选举，他必须要取得民进党内其他派系的人的支持，否则他那个位置坐不稳，甚至于坐不热。他会提前很长时间变成一个所谓的跛脚的党主席。新潮流系已经掌握了权力，由新潮流系再去统合其他的派系，用恩威并重的方法，达成一个整合，然后赖清德顺理成章成为一个民进党的新共主，这样的话呢，有利于他后面去推行他的台独分裂活动，所以他请这些人吃饭是政治目的性是很强的。那目前这民进党7大派系能够受到蔡英文影响的有哪些吗？赖清德他最主要的目的是想让这其他除了新潮流之外的其他派系向他投诚，向他服软，需要让他们进行一个表态。其实当时我觉得蔡英文之所以没有参加全代会，其实有另外一个可以解读的地方是，他想要以退为进，他想保全英系的某一些他的得力的干将。但其实，在后来的结果显现出来的是，赖清德根本不买账，他的很多行为是短视的，他必须要去根除他自己的眼中钉。根除他未来的一些竞争的对手，不管是党内的还是党外的，但真正的有多少人对他这个阳奉阴违这又是另外一个需要去关注的事情，因为这个其实涉及到他想要做共主，但可能会涉及到内部党团凝聚力流散的
一个矛盾的点。我们知道，之前在民进党内部选举的时候呢，这个赖清德不断的受到蔡英文网军的攻击。到赖清德上台了，他为明年的这个宣传预算编列了15亿新台币，比2024年大幅提升了66%啊。那他也开始豢养自己的网军了。未来在岛内他会怎么来用自己的网军？我估计他会把蔡英文那些145的人的话，会收编不少人进来。他手上有资源。对，现在蔡英文手上资源少了，而且这些网军的话，说实在话，基本上就是有奶便是娘，没有说我一定要为那个蔡英文服务。我们会用正义的力量，用事实的力量来进行反击。台独当局，你要搞台独是不可能的，你要忽悠中国大陆的老百姓，你要欺骗的手法来获取两岸民众的支持，来获取台湾民众的支持，总有一天你会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